吴老星决裂，基金会出手收割大夏股市。龙象，你来的正好，小心他不过是犯了一点错，分红阳居然非要把他送进去坐一辈子牢，我们怎么劝疯子都不听，你快劝劝这头犟驴吧。是啊，龙象，殷鑫差点就成了你孙女婿，要不是某人陷害，你们早就是一家人了。殷鑫这种在外面乱搞的孙女婿，我可高攀不起。而且殷鑫挪用人家公司的公款，他被抓坐牢，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两人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。龙象，你卖我一次面子，算我殷鑫欠你一个大人情。是啊，三金不都同意撤诉了吗？咱们哥几个没必要为一个不相干的人闹得不愉快。不好意思，三金不是不相干的人，我也劝一句，如果不想咱们哥几个撕破脸，那就应该公平对待三金，不要为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孙子辈，把吴老星的脸和尊严都豁出去了。好，他三金是栋梁，我吴老星数十总督后代加起来都不如他，是吧？其他人我不知道，但你那孙子差3斤几百条街，这点我可以肯定。多余的我也不想再说了，我就最后问你们一句：今天你们保三金还是保殷鑫？这一刻，包括三金在内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风红阳和基隆象两位老爷子没道理为了老板公司那点小事，就跟蒙阔和英喜当场决裂啊！万众瞩目下，风红阳终于开口了：英喜，如果换成别人，这一步我该让也就让了，但是事关3斤，我一步不能退，半步不能让。我怕这一退，要寒了千千万万为大夏效力的忠良之心呐！你好了，老殷，多说无益，我们走吧。三金，恭喜你呀，找到了个好的靠山，以后我肯定会找机会狠狠的谢谢你的。言罢，一行人匆匆离去。多谢风老爷子、季老爷子帮我解围。是条汉子，为了老婆，居然敢跟吴老星正面硬刚，老夫佩服。如果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，还谈个屁的保家卫国呀！小晶啊，想不想以后不再受这种困境了呢？风老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都是自己人，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若是你能成为吴老星之一，那这泱泱大夏自然是人人与你公平，事事与你公平。吴老星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我何德何能？就凭你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大夏打赢粮食大战，凭你一己之力硬生生把大夏排名提升了10几位，凭你敢在世界第一大国豪迈地讲出大夏主角论的演讲，你已经有资格成为吴老星了。三金啊，自谦过头那就是自负喽。我就这么说吧，你觉得商力适合当吴老星吗？商力，呵呵，连个普通的商界都玩不明白，怎么可能配当吴老星？这种人存在吴老星之中，简直就是对我们的侮辱。我们决定等时机到了，就联名上书把他开除，让你顶替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必须拿出足够的成绩来，证明你自己有这个实力。别担心，具体要干什么证明，我们会替你想好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定不负二位老爷子所望。过些日子有一个动车招标任务，你去当负责人吧。你也知道现在大夏动车技术非常孱弱，你要去跟拥有动车技术的民企进行招标谈判，最好是能把他们的技术买过来。好重的任务啊！不过我喜欢，外有基金会虎视眈眈，内有双吴老星鹰视顽固，我得尽快稳住国内的大本营，再对国外市场徐徐图之。几天后，风红阳焦急地找来三金。基金会那边通过加息吸纳够了全世界的资金，已经准备开启收割狂潮了。其他国家都是怎么应对的？西方诸国的做法是提升自己国家的股市，让霸国资本无法低吸本国资产。这种做法看似有效，实际上是杀敌1000自损800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听说过2天外资就要疯狂涌进来购买咱们的优质股票了。你笑什么？疯了！如果是其他方面，我还真觉得棘手。但是股市你根本就不用担心，我大 A 股深不见底，人才辈出，你放心让霸国资本买去吧。真的什么都不用干，相信 A 股人的智慧，年年抄底，年年不见底，他们会亏得连裤衩都不剩的。另外一边，基金会的主神们再次齐聚一堂。兄弟们，现在我们手里吸纳的资金已经高达10万亿霸国币了。大家都知道加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，总会有降息的一天，而降息则意味着霸国经济下滑，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。所以我们要趁着降息之前，先一步收割全球利益，然后再在降息的时候收割第二波，把我们基金会的利益最大化。报告一下这几天的战况吧。我们在樱花国和阴阳国投资了3万亿霸国币，这2个国家的股市已经快涨疯了。西方诸国我们投资了2万亿霸国币，仅仅这3天，我们的买入的股票就做到了平均翻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汇聚全部的能量去进攻大夏的 A 股市场了。闻言，所有人都露出了贪婪之色。嘿嘿，咱们留了一大半的资金，不就是为了收割大夏吗？这几年大夏被白龙王带的经济腾飞了不少，我们割一波就能让他这几年的努力白费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收割？不急，相关的经济专家们都怎么说？根据专家们的预测，我们这5万亿霸国币砸进去，最坏的结果也能收割3万亿霸国币出来，让 A 股市场的市值降低1大半。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能逃过我们的收割。好，所有成员们听命，把剩余的资金全部砸进 A 股，开启我们的收割盛宴吧。
不久之后，风红阳召集其 A 股有头有脸的企业家们，今天找各位来，虽然是打着我的名号，但真正找各位商量事情的是他。在座的有跟我是合作伙伴的，也有不少跟我是竞争对手的。但是今天把大家叫过来，是希望大家抛开成见，共同促成一件大事。霸国资本马上就要来 A 股进行大收割了，而且这次的收割力度将是空前绝后的。以前我所领导的股债、期货债体量甚至不足这次大收割的1/10，你们难道甘心自己的优质资产被别人收割吗？一言出，犹如一记铁锤砸向众人的脑海中。金总，你想让我们怎么做？金总，你说吧，我们肯定配合你。我可不想被霸国资本收割。金总，我们是不是要学外国那样，想办法提升自己的股票价格，让霸国资本无法低吸本国资产啊？股票是需要流动性的，你这么搞，你公司的股票还要不要卖了？那应该怎么办？反其道而行之，拉低本国股市，让霸国资本永远也见不到底，让他们买下来就亏，亏完就补，补完再买，买完再亏，永远也买不完。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充分调动战略纵深的方式，有效消耗敌方物资。三金的话让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还他妈有这种方式来抵御外资收割的？不过似乎还真的可行。我们在 A 股下跌不见底这块有着无比丰富的经验。那我们应该怎么配合呢？简单，一旦发现有外资想收割你，立刻剥离优质资产拆分上市，然后再剥离，再套壳上市。他想买，公司都能卖给他，反正之前的都已经剥离出去，就剩个壳子了。我想各位在卖空壳这块的经验一定比我丰富得多，没必要再让我讲细节了吧？论做公司财报，卖空壳公司这方面，我三金自愧不如。所有人被三金说得老脸通红。任总，证券部检测到了股市有大笔外资进入，咱们的股票被疯狂购买。雷总，有外资疯狂的购买股票，而且几乎是来者不拒，我怕他们最后连咱们的公司都能买走。马总嘛，现在股市简直疯了，股票就跟不要钱一样被疯狂购买，我们是否跟进？通知高管，剥离优质资产，留个壳子给这群老外。增发，给我疯狂增发，他不是喜欢买吗？让他买，我看他买不买得完。太好了，我等的就是这一天。在国内根本没人信咱们的财报，一看就知道是吹牛的，这群傻老外居然真的信了。于是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随着基金会海量资金的入场，A 股的大盘居然开始疯狂下跌。不到1个月，霸国资本全都崩溃了。不行了，所罗门大人，这个市场根本抄不到底啊！是啊，我每次都以为自己入场是抄底了，结果永远都抄在了半山腰上。我更痛苦，已经有几10个公司的负责人恭喜我成为最大股东了，那些公司全是空壳子，一点优质资产都没有。那不是 A 股，那就是地狱。所罗门，我们的钱已经赔得差不多了，还继续吗？继续个屁啊！给 A 股充值嘛，赶紧清仓割肉，少赔一点是一点。至此 ，A 股一战成名，连基金会都没能笑着从股中出来。这么简单就把霸国资本的收割狂潮给赶跑了，甚至还反收割了一波。疯了 ！A 股从来都不遵守经济学，它遵守的是玄学。你小子能有如此谋略，看来接下来的动车谈判，我可以彻底放心了。我一定尽我所能。